看到偏心老爸只给哥哥买了新衣服，气得弟弟直接摔下零食，在集市上就撒泼哭了起来。然而，哥哥对爸爸的偏爱却一脸的嫌弃，因为在弟弟出生后，他就被送去了爷爷家抚养，而弟弟则跟随父母过着游牧生活，这就致使在哥哥心里有一种自认被抛弃的愤愤不平，所以他对父母和弟弟一直心存芥蒂。后来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决定送兄弟二人去同一所学校上学，借此建立手足情谊，可他俩却从来不说话。爷爷的家住在小镇边上，这天爸爸过来看爷爷时，给他带回了一袋子的药。爷爷问到现在的放牧生活怎么样，爸爸的眼神开始躲躲闪闪，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草原到处退化严重，他们不得不逐水草而生，居无定所，并且为了给妻子治病，他已经卖掉了一大半羊群。听到这些，爷爷说今年暑假一定要让哥哥回家看望妈妈。告别之际，爸爸把半路捡来的气象盒子交给爷爷，让他给哥哥当玩具，还嘱咐他只有一个，千万别告诉弟弟。到镇上之后，爸爸先来学校看望了两个儿子，给哥哥买完新衣服，又去卫生室给妻子拿了药。大夫说，如果吃完这些还没好，建议他们去大医院看看。临走时，大夫还追了出来，说去大医院时一定要带上爷爷，他最近的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了。短暂的相聚结束之后，父亲把孩子们送回学校，自己又踏上了赚钱养家的道路。回到宿舍，哥哥把新衣服和零食扔在弟弟面前，拿走吧，我才不要的这些坏东西呢，我们爷爷每天给我上的饭吃呢。望着哥哥离开的背影，弟弟也是一脸无奈。这天，爷爷来接兄弟俩放学回家，调皮的哥哥把玩具全部摆在弟弟面前，还摆弄弟弟最喜欢的气象盒子，故意气他。可当他听见爷爷说这是爸爸回来送给他的时，哥哥当即把他甩在一边，假装读起了书来。一旁的爷爷开始教育他不要仇恨父母和弟弟，因为当初也是迫不得已才会把他送来这里。然后爷爷嘱咐他暑假时一定要去看望生病的妈妈，可对此哥哥的反应很是抵触，最后摔下书本，气哄哄地离开了。第二天，爷爷找来了镇上打井的工人，可由于多年来的沙化导致水位下降严重，原本5米就能打出水的地方，现在已经打进了20多米，仍然还是沙子。固守传统的爷爷面对没有水源的现实无可奈何，如今他不得不趁着羊还没瘦下来的时候全部卖掉。望着羊群逐渐远去，爷爷骑在马背上唱起了他那个年代的歌谣，背影很是悲伤和凄凉。突然有一天，老师发现哥哥连续2天没来上学，便让弟弟跑去爷爷家问他为何不来上课。然而弟弟刚到家门口，就看见门外拴了好多匹陌生的骆驼。弟弟突然感到一阵不安，飞快地跑上前，一进屋就看到了正跪在地上烧纸的哥哥，而他的爷爷就安详地躺在一旁的棺材里。俩孙子在给爷爷守孝的时候，小孙子突然发现村里的邻居都出现了，可爸爸竟然没来送爷爷最后一程。弟弟起身走到屋外，在这些拴着的骆驼中，他也没有看见爸爸的那一匹。看来爸爸应该还在草原深处游牧，并不知道爷爷去世的消息。自从爷爷走后，哥哥就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在他的心里，自己已然成为了一个孤儿。他始终守在爷爷那座老房子中，只为能让心灵得到些安慰。时间一晃，就到了他们期末考试的日子，同学们都被父母带回家放暑假了，只有弟弟没人来接。他在学校里等了整整1天，爸爸还是没有出现。第二天，小年纪的他独自在驼宫那领回寄养的骆驼，鼓起勇气去找了哥哥。哥哥见他来了，连招呼都没打就进了屋。弟弟朝着屋的方向大喊：爸爸，我们2个现在长大了，我们能走回家不？读作业收拾找阿爸和阿妈，1月份的那副家回去看看阿妈呢。阿妈想你了，现在他快要死了，才想起要我来，爷爷是怎么哪里去了？看来哥哥还在生爸妈的气，兄弟俩就这样熬到了下午。这时门外的弟弟突然喊道：你不回去，爷爷的灵魂就没办法回到草原上，他的灵魂就找不到家了。直到夜晚，弟弟也没有放弃，就在门外等哥哥回心转意。第二天，为了能让爷爷的灵魂得以安息，哥哥带上他的遗像跟着弟弟出发了。临走前，他把爷爷生前最喜欢的白马放归了大草原。2个孩子跟着白马走了好久，没想到他竟来到了爷爷奶奶的坟前。万物皆有灵性，看完爷爷最后一眼，白马转身奔向了旷野深处。兄弟2人也正式踏上了回家的路。由于天气炎热，哥哥几乎每走一段就会喝水，而从小过游牧生活的弟弟比他有经验。他告诉哥哥水要省着喝，毕竟他们回家的路还有很长。正值中午的时候，2人就会席地而坐，赶路累了就走哪睡哪。由于心中还存在隔阂，兄弟2人总是一前一后的走着，很少交流。这一路上都是黄沙一片，偶尔看见有生活迹象的地方也是水井干涸。你拨开了，
从前我和阿爸路过这个井，那就是该的。对头。再往前不远处，两人路过了一片村庄，曾经这里也是水草丰茂的地方。弟弟说，阿爸春天送他上学时，这里还有几户人家，但现在也全都搬走了，只剩下了这些断垣残壁。又走了一段时间，弟弟突然发现他们好像是迷路了，他赶紧爬上高高的地方，想四处看看有什么标志性的东西。一阵观望之后，他跟哥哥说应该往东，顺着干枯河流的方向，因为父亲曾经教过，放牧时如果迷路，一定要顺着河流走，有水的地方水草才会茂盛，而牧民的家就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但哥哥这次并没有盲目听从，他说应该把2匹骆驼放开随着他们走，因为爷爷曾经说过，骆驼是对水源最敏感的动物，他会带我们找到正确的路。接下来两人放开骆驼，跟着他们跑了很远，终于弟弟看见了一座熟悉的空房子，这也确定哥哥带的路才是正确的。这里的确曾有一条大河，不过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盐碱地。这天晚上，小哥俩正依偎在火堆旁休息时，爷爷生前骑的白马突然在深夜中出现，他轻轻舔舐着熟睡中的弟弟，像爷爷用温暖的手掌抚摸他一样。当弟弟醒来时，白马转身悄然离去，就像是牵挂孙子的爷爷在看了最后一眼孙子之后魂归故里一样。弟弟惆怅地望着远方，不知道这一切是现实还是一场梦。男孩顶着炎炎烈日，在荒漠中已经赶了3天的路了，眼下他正面临着最严峻的问题，水。男孩的嘴唇已经渴到干裂，看着弟弟在他眼前大口地喝水，这可把他馋得直咽唾沫。可倔强的他始终不肯低头向弟弟讨水喝，直到这天深夜，他实在忍受不住了。哥哥悄悄地把自己的水桶跟弟弟的调了个包，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去睡觉了。第二天一早，弟弟醒来还没来得及检查行李，就发现自己的骆驼竟然不见了。他赶紧跑上坡叫哥哥跟他一起去找，可当哥哥解开另一匹骆驼时，他也不听命令地朝前方跑了出去。没有骆驼，他俩绝对走不出戈壁，所以兄弟俩急忙追着他跑了过去。两人追着他跑了很久很久，在穿过了一道沟壑之后，他竟带着两人找到了弟弟的骆驼。此时他已经虚弱得奄奄一息了。就在他们的不远处，弟弟见到了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小帐篷。原来这里是他们从小长大的地方。爷爷曾经说过，骆驼是记忆力最好的牲口，将死之时他会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那个时候，这里曾是一片黄金牧场，一个水草丰茂的地方，但如今草原已经退化成了荒漠，早已没有了往日家的模样。兄弟俩看着死去的骆驼，突然之间起了争执，两人随之扭打在了地上。这一架也让两人都倾泻出了积压在心底的委屈。弟弟先是大喊道，他从小就忍受着父母有好吃的先给哥哥留一份，买了新衣服只给哥哥穿的偏心对待，而哥哥则觉得都是因为弟弟的出生才导致他被父母抛弃在了爷爷的家。两人越说越生气，最后哥哥一拳打在弟弟的胸口上，拉起骆驼独自离开了，而弟弟就守在自己的骆驼旁，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到了晚上，哥哥望着身后的路，却迟迟看不见弟弟跟过来的身影。他想着弟弟喊出的那些话，现在既担心又很自责。只见他用力打了自己胸口一拳，那么疼啊，他恐惧会没事。第二天，独行的哥哥经过了一座古刹，他向老喇嘛讨了一碗水喝，并问他有没有看见自己的弟弟。老喇嘛听说兄弟俩的故事之后，开始劝导哥哥人要懂得感恩，还让他为父母和弟弟磕头祈福。正在这时，弟弟终于也走到了古刹，见到弟弟之后，哥哥的心中充满了愧疚，可关心的话却始终说不出口。临走前，老喇嘛把自己的骆驼送给了弟弟，而弟弟则把他的指南针回赠给了老喇嘛。老喇嘛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默默地念诵着：人前往，归来莫太迟。两兄弟在经历了骆驼死去、各自走散、寺庙相聚以及老喇嘛的点醒之后，各自的心结被解开，彼此的关系也达成和解。随后更是在遇到一个气象气球之后，哥哥故意蹲下系起了鞋带。前几天吃饱，阿爸已经给我聊这个了。这也宣告了两人之间的心结彻底瓦解。在这之后，兄弟俩才真正找回了手足情谊。终于看见了小河，哥俩先是在水中嬉戏打闹了一番，然后又讨论起了要一起放羊的事。如今找到了水源，就证明他们离家也就不远了。两人继续前行，没想到前方没有牧民，也没有羊群，只看见了一大群人在水中淘金的景象。然而在这群人之中，一个头戴红巾的男人引起了弟弟的注意。男人正是兄弟俩跨越千里要寻找的阿爸。由于阿爸一直给孩子树立着自由游牧人的形象，但当父子三人在此情此景相见时，阿爸那种被崩解的坚守显得如此尴尬而无力。他带着两个孩子往家的方向走去，弟弟望着不远处烟囱林立的现代工业，再也没有了记忆中清晰可见的丰茂草地。这部电影名叫《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但放眼整部电影，唯一的一次水草丰茂
也只是出现在了弟弟的记忆之中，其余时间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全都是一片的荒漠戈壁。但在兄弟二人的心中，水草丰茂的地方依然是家乡，只不过在现实中他们再也回不去了，那个地方将永远变成了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港湾。